有些经济数据看起来很冷，但是一旦出现变化，背后往往代表的是整个周期的转向。这一次就是 PPI。4月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3月的 PPI 同比上涨了0.5%，这是时隔41个月之后的首次转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PPI 转正不就是一个统计数字吗？但是如果你真的理解经济周期，就会知道这个变化的意义绝不只是工业品价格终于涨回来了这么简单，它意味着持续了3年多的工业通缩正在出现明显的变化。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修复之后，终于走到了一个更值得认真对待的阶段。PPI 全称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如果说 CPI 反映的是消费者买东西的价格，那 PPI 反映的就是企业工厂把产品卖出去时候的价格。它覆盖的范围很广，上游包括煤炭、钢铁、铜、铝、化工，中游有机械零部件、设备、材料，下游也会涉及到汽车、电子等工业制成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来说， PPI 往往比 CPI 更能反映经济周期中企业端的冷暖变化。因为 CPI 是偏向消费端，而 PPI 呢更直接连着企业利润、产能利润率、投资意愿和就业扩张。过去41个月，中国的 PPI 一直在负区间徘徊。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长期处在卖东西越来越便宜的环境当中，这个环境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的利润被压缩，投资更谨慎，扩产意愿更弱，整个工业体系处在一种偏冷的状态。所以这一次的 PPI 转正，真正重要的含义在于企业端持续多年的价格压力终于开始松动了。那为什么说 PPI 转正是经济周期当中一个很强的信号呢？如果你熟悉美林时钟，就会知道 PPI 在周期判断当中一直都非常重要。它不是唯一的指标，但它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指标。因为当 PPI 从负转正，往往就意味着企业不再被迫降价出售产品，工业品价格开始回升，企业利润修复的基础开始出现，经济也更容易从偏弱的修复走向更加有力的复苏。当然了，周期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切换的 ，PPI 从负转正本身也是一个过程。通常呢会经历3个步骤：第一，降幅收窄；第二，环比转正；第三，同比转正。而资产市场往往在第一步就已经开始提前反应了。股市很多时候不会等到数据正式转正那一天才动，市场更加敏感，它会在工业价格下跌速度放缓、企业盈利预期改善的时候就开始提前定价。所以这次3月份的 PPI 同比转正，与其说是新故事刚开始，不如说是市场过去一段时间已经在交易复苏的预期，现在终于拿到了一个更硬的数据的确认。那 PPI 为什么会比大家预期的更早转正呢？这也是我们最值得拆解的一层。因为年初呢，很多机构原本预测中国 PPI 可能要到今年2季度中后段才有机会转正，结果呢，现在3月份就转正了，明显比很多机构的预期更早。部分全球性的投行还因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 PPI 的修复，比原来更加倾向于认为今年中国呢不会再着急降息了。那为什么会提前转正呢？我觉得可以拆解为2个部分的原因。第一部分呢是内因，这轮 PPI 的修复不只是外部油价冲高带来的偶发扰动，更深层次的背景是中国工业体系内部的出清、反内卷和结构升级。前期持续的价格战和产能过剩，把很多行业压到了极限，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部分低效产能被压缩，高端制造的需求韧性开始体现，这些呢都在给 PPI 底部修复提供支撑。中国3月官方制造业 PMI 升到了50.4，创下了1年以来最快的扩张速度，也说明企业端景气度在回暖。第二部分呢是外因，这一次 PPI 提前转正，很大程度上还叠加了国际大宗商品上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3月 PPI 转正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中东危机带来的进口成本上升。2月和3月的报道当中也都提到，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在给中国的价格体系加了一把火。所以呢，这次 PPI 转正既有内生修复的因素，也有外部推动的因素，可以说是2股力量的叠加。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已经正式步入强复苏阶段呢？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冷静一点看的地方。虽然说从经济周期的语言上来说 PPI 转正当然是一个很强的信号，但如果直接把它等同于全面的强复苏已经确认，可能还是快了一步。
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的 PPI 修复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动力来自上游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而上游涨价不一定能够顺利传导到中下游企业，更不一定能够顺利传导到终端的消费，这就会出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上游价格涨了，不等于所有的企业都更赚钱。如果下游的需求跟不上，那么企业就会面临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原材料更贵了，但是产品提价提不动，最后呢，利润反而被价格挤压。虽然价格回升是好事儿，但是中国内部需求依然没有强到可以让所有的压力都能够顺畅地传导下去。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呢，应该是 PPI 转正确认了工业通缩在明显的减缓，也确认了经济周期确实在向上走。但是这一轮向上走能不能顺利的演变成全面强劲可持续的复苏，还需要继续看需求端能不能跟得上。那对资产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呀， PPI 转正最直接影响的还是股票、商品、债券这3个大类。我们先来说股票，因为 PPI 回升，本质上就是在说企业盈利预期的改善。那么企业卖东西不再需要持续降价了，它的利润率会更容易修复，市场呢也更愿意给股票更高的估值。也就是说，股票可能同时会受益于2股力量，一股力量是企业盈利的修复，一股力量呢是风险偏好的改善。所以在经典的美林时钟的框架当中啊，复苏阶段往往是股票相对占优的阶段。我们再来说商品啊 ，PPI 转正本身就意味着工业品价格在修复，而复苏的预期一旦被强化，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想象也会随之上来。所以呢，商品往往也是受益者，特别是那些和工业链条、制造业修复更相关的品种。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债券。债券在这个阶段通常不会特别的舒服，因为 PPI 转正之后呢，市场会担心通胀预期抬头，货币政策虽然未必马上会转向，但是宽松的空间会更加的谨慎。全球已经有多家的银行下调了对中国今年降息的预期。当然，这也不是说债券就不能做了，而是更偏向赚票息熬时间的方式，不是过去那种靠价格大涨获得弹性的阶段了。这次 PPI 的转正之所以让市场特别有感觉，更多的还是因为这个转正来得很不容易，41个月呀，整整的3年多。在这3年多里，中国经济经历了地产下行、外需波动、内部的价格战、全球地缘局势的变动，以及持续的通缩压力。能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让工业价格体系重新回到正的区间，本身就说明中国经济的韧性正在体现。所以今天这个信号当然可以理解为工业周期的回暖，但是它更像是在告诉市场，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切换虽然过程很艰难，但是并没有停下来。那些和高端制造、AI、新能源、先进设备、产业升级相关的需求，正在慢慢的把价格体系和盈利体系往上拖。AI 相关的电子产品、太阳能设备和锂电等方向，也正在给价格体系带来新的支撑。PPI 时隔41个月转正，我觉得还不能简单的下一个结论说中国已经全面的强复苏了，而是要看清它传出的3个信息。第一个，工业通缩在明显的缓解；第二，企业盈利环境开始改善；第三，经济周期确实在往上走，只是这轮修复呢仍然带着结构分化和外部输入通胀的复杂性。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万事大吉的信号，但是它绝对是一个我们值得认真对待的周期信号。因为周期里最难的从来不是高点和低点本身，而是你能不能在低点过去、拐点出现的时候意识到风向已经开始转变了。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